数字6的人很牺牲，不自觉地吸收其他人的情绪，算是6的超能力。不管别人有没有开口，都会觉得应该帮点什么忙，认为只要挑出不舒服，帮忙抚平，世界就变美丽。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。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妙妙大师。如果你是6号人或生日主题数等于6的人，意味着你会本能的捕捉各种感觉，然后在自己的心里反复的把玩理解，加上 feel 是很难传递的东西，也很难加以解释，不像语言动作看了听了可以讨论比对，感觉是2人讲半天还不一定有交集，加上不能拷贝复制贴上，只能问你觉得呢？就像穿同一件衣服，不会人人都好看，做同一件事，大家的心情也不会都一样。有这种事吗？有啊，毕业典礼不就是吗？6的人往往是里面感触最多、感伤不已的，也会有和讨厌鬼说再见，忍不住偷笑的家伙啊。6可能会昏倒，怎么会有这种冷血的家伙呢？人家的神经不纤细，对感伤没什么知觉啊。无知觉的人既然无感，当然不会有回应，不自觉地吸收其他人的情绪，算是6的超能力。而且一旦有知觉，就会无法装作不知道，不管别人有没有开口，都会觉得应该帮点什么忙，认为只要挑出不舒服，帮忙抚平，世界就变美丽。问题在于多数人没和6在同一个频率上，感觉不到的人，做法难免会比较简单粗暴。当看到6自动自发热心做这些事，有心人可能会多想，6是不是另有居心？尴尬的是，有时解释半天，对方还是听不懂。如果有天觉得嘴巴累、手累、脚累、心好累，不妨去看《晋级的巨人》吧，请看原作，因为爱莲叶卡和你一样是生日主题6的玩家。就算全世界都没人能懂你在坚持什么，至少还有爱莲和你一样的6懂你，在巨人的世界里面，为了渺小的希望在努力，会带给你小小的安慰，帮你送来新的燃料，休息一下，喘口气，毕竟力气有限，等做了有效的事情出现，再动手也不迟哦。让我们一起从主角身上学聪明吧。数字6的人会捕捉标记各种没体验的感受外，还会不自觉地来回反刍所有已知的感受。在幸福的世界里面，6能创造各种艺术。相反的，要是在艰困的环境中，这个数字的能量则会让人早熟懂事，甚至愿意牺牲奉献。就像晋级的巨人，故事开始前100多年，有巨人突然出现，毫无理由地消灭大半人类，建造了3道同心圆的高墙，阻挡巨人入侵之后，人类就这样怀着不安，在墙内居住了100年。某天，一个身高60公尺的超大型巨人突袭，另一个全身覆盖铠甲的铠甲巨人打破城门，导致最外围和第2道墙间被巨人占据了。巨人多半是身高3到15公尺的超大人形生物，像成年人没有性别，但好像不是为了饿才吃人。吞掉人类后，又把人类变成黏糊糊的球吐出，不攻击人类以外的生物，就只会抓人来吃。这让从小在墙内长大，完全没看过巨人的人，才相信原来真的有巨人存在，真的会吃人。人们被迫放弃最外圈和中间围墙间的土地，往墙内撤离，但人口密度太高，导致粮食不足，墙内的生活资源匮乏，还有墙外的巨人威胁恐惧。男主角爱莲叶卡3月30生日，3+3等于6。主题6的人是无法把痛苦放置不处理的，认为再艰困也一定有可以努力改变的事。3月30有2个3，代表爱莲是有强韧的精神力、非凡的学习力、无比行动力的帅气主角。对墙壁外的世界有比大家更高的憧憬与向往，因此从小立志加入调查军团。那是什么呢？为了对抗巨人，人们组成了3支军团。先说第3支部队的宪军团，守卫在圆心的王室，因为待在最内墙，是工作轻松最安全的肥缺，也会优先让军团受训表现最好的军人担任。
当然难免有利益交换和让人不齿的弊病。再来，第二支是总人数最多的驻扎军团，最重要的事情是修补围墙，抵挡巨人入侵肆虐。他们负责守卫墙内一般人民的和平与安全。最后是调查军团，他们会主动向外出击，对充满巨人的墙外未知世界进行探险调查。想了解墙外的世界还有些什么，有哪里不同？墙外世界更大，当调查军团不小心遇到巨人，常常是有去无回，要带回有用的情报就更难了，难免会被怀有鸵鸟心态的人冷嘲热讽。优秀的爱莲在军团受训时以第5名毕业，明明是可以选良缺的，但3就这么奇怪，对中央的腐败无能会感觉不到努力的意义。与其躲在圆心当傀儡求温饱，远离风险，还不如去面对未知，挑战巨人，看清楚危险，反而觉得有希望有未来，自己是活着的。所以爱莲决定参加要面对巨人的调查军团，而巨人的皮肤非常坚固，火炮武器的损伤都有限，再生又快，迎战要有被巨人吃掉的心理准备。杀死巨人的唯一方法是用刀砍巨人的后颈。3月30的30可以想象成被放大10倍的3，意味爱莲是艺高人胆大，这么危险也敢去，但后颈位置太高了，想要成功消灭就要想办法。使用一种立体机动装置作为武器，是绑在腰上的多功能装置，发射钩绳就能攀爬上树木、屋顶和墙壁，还有巨人身上。要快速移动躲避巨人攻击外，还要伺机突袭，用腰间双刀砍下巨人后颈的致命弱点。3月30的3要进阶，意味着持续精进。技能纯熟后，就考验信念强度的时刻。单纯怀抱希望的人之所以很难达到终点，是因为想法会变，毕竟会有不想努力的时刻。这时候人会需要很重要的燃料，把所有的后悔、愤怒、不甘心、不认命，全部都拿来燃烧，作为达到目的需要的续航力。让3的固执韧性帮助自己坚持到底。爱莲就是这样，像孩子般的向往，期待着自由。巨人和城墙只会让外面的世界更令人神往。目睹母亲被巨人吃掉，发誓要消灭所有巨人，这份伤心、痛苦与无奈，让爱莲不得不坚定。很多人第一时间没办法喜欢晋级的巨人，是因为面对巨人时会被挑起害怕、恐惧，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无力，甚至觉得愤怒，有点不想面对让自己不舒服的自己。但也有人觉得这部作品替大家用力呐喊，无奈的心声，不放弃的努力，所以爱到不行。就像吃过酸的葡萄才知道甜的很美妙，想经历过才知道好，比较过才懂珍惜。有人问，为什么一定要体验伤心痛苦呢？就是因为痛苦太深刻，才会让人保持清醒。不管是顺利时要自己记得最终目标，还有危机时提醒自己绝不退让的理由。3月30等于3加3等于6，情绪是无比强大的燃料。第一次看到巨人，原来真的有巨人的震撼感，看着母亲被巨人抓起来吃掉的崩溃感，还有父亲交代讯息后仍旧消失的茫然感。面对命运的无情，就要用友情来证明生命是曾经真实感动的一种存在，即使自己会被巨人吃掉，也打死不退，感觉身心都非常紧绷，对吧？因为爱莲想成为的英雄绝不是思想单纯的筋肉超人，是会伤心、会遗憾、有血有泪、有温度的人。如果有拯救大家的方法，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，想知道极致的6会怎样，去看《晋级的巨人》吧。生日数字的排列方式其实是藏有很多秘密的，像数字种类多，如果代表想法比较多元灵活，要是数字种类少，是不是指想法简单的意思呢？其实数字结构不一样，是沿途的风景不同。像3月30等于3加3等于6的人会相对单纯吗？还是这样的人生会比较无聊呢？不见得哦。
112233都是大师数，大概可以想象成一个数字至少要玩2遍，好的坏的都想知道。这样来看的话，大师数是很忙的，对吧？还记得灵数的螺旋上升吗？数字是会进阶的。3月30的3是过程，3加3等于6才是目标。经历一切后有多深刻的体会才是重点哦。如果你觉得喵喵大师的灵数 2.0 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有帮助，就欢迎订阅、追踪并分享给他们哦。我是喵喵大师，下次再聊喽。